Hello，荔枝 APP 用声音在一起。Hello，荔枝的小耳朵们，大家好，我是寒冬。今天是我来荔枝 APP 语音直播间的首次直播。今天直播主要是想跟大家一块儿聊聊天，分享一下我最近的工作和生活。大家也可以将想问的问题打在公屏上，我会挑一些进行回答然后提醒一下大家，在直播时段的19点25分到19点30分期间，在评论里输入口令寒冬曙光，即可有机会参与抽奖，奖品是我的签名照。大家可以多多打一些问题在公屏上。Hello 嘴瓢Hello 大家好，我是东东。然后现在荔枝的工作人员这边也准备了一些问题给我，我先回答一下他们给我准备的问题。第一个，之后最想尝试什么样的舞台，展现自己哪个方面的技能呢？我觉得在这一次的线上演唱会有一点小小的遗憾，是因为自己没有，本来想去准备一个有舞蹈的节目，然后因为准备时间的关系，所以没有能给大家展现，所以就只唱了歌这样子，所以就觉得下一次想尝试一个舞蹈的舞台吧。对。第二个问题，作为女团成员，身材管理也是必修课，有没有什么保持身材的小心得？特别馋的时候，自己是怎么控制饮食的？我特别馋的时候，一般都是在后半夜的时候，一般这个时候我都会忍到早上再吃。对，不知道是心理作用还是怎么样，觉得早上吃可能不会太胖吧。然后身材管理的话，我觉得少食多餐，这样少油，多运动，管住嘴，迈开腿。大家可以多多写一些问题。第三个问题，染过这么多的发色，自己最喜欢哪个颜色？染过这么多颜色，我觉得我自己还是最喜欢现在的颜色吧。对，深蓝色，对 ，navy， 然后红色也不错，我觉得红色我也还挺喜欢的。但是为了这一次的回归，然后害怕大家会看厌我的红头发，所以我决定就换了一下橘色的头发这里有 Somnia 问东东喜欢橘色吗？橘色头发说实话我不是特别喜欢。对，当时如果知道有关注的 Somnia 的话，应该知道后期我的橘红色头发掉的差不多的时候还比较亮，所以还比较好看。我觉得那个时候前期有点太荧光橘了，所以让我有点负担感。对，说实话不是那么喜欢。红发无敌，是不是大家还觉得有一点遗憾，就是没有在舞台上看见过我的红发？我觉得以后黑历史，对，就是黑历史。我觉得以后有机会可以，染红发出现在舞台上。橘卡车，现在大家都喜欢叫我们橘卡车，我还蛮满意的这个称呼。好，我们来看第4个问题，头发一般是去理发店染，还是会买染发剂自己在家动手染？是这样的，我其实在很多年前有自己买染发剂在家里动手染，但是经常会失败，
就有的时候控制不好量，可能就染到一半发现哎不够了，或者是如果自己染的话会染得不均匀什么的，所以我不太敢轻易自己染，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我不会轻易自己染。对，但是在节目组的时候有自己染过。一般还是会去理发店让发型师染嘛，因为毕竟自己的头发也不是自己说了算，有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所以东东染了蓝发拍回归 MV 了。这个我不能告诉你。最近在准备什么？准备一些大家想要看到的东西。再来看看还有什么评论。哇哦，一直在升级耶！谢谢大家。好吧，我们来看一下，东东吃了吗？对，我刚才吃了米粉。嘴严东东子，哎呀，我们团就是撕破太多了，得注意一点。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有什么染发、漂发后护发固色小技巧？固色的话，买那种固色的洗发水。对，因为我红发期间一直是用的那种固色洗发水，所以掉的比较慢。现在蓝发的时候没有怎么用，所以现在已经基本掉成灰色了。护发、漂发、染发的小技巧，其实说实话，我们的话一般就会去美容室去做护理啊什么的。然后如果大家的话，我觉得如果不去美容室，可以自己在家洗头的时候先用护发素，然后再用洗发水，这样也可以起到比较好的护发效果。剧透大户差点出事情，说话要过脑子。哇，现在有1500人了，哇，欢迎欢迎欢迎。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在韩国练习有没有什么很想吃但是吃不到的东西？其实有很多，比如说热干面。虽然自己会带一些那种简易包装的，但是还是比较想念家乡的美食。然后我昨天晚上突然特别想吃川菜，就突然一下也不知道为什么，就特别想吃。然后还很喜欢吃那种螺蛳粉，还有榴莲，哈哈哈。平时vlog都是自己剪辑的吗？大部分还是公司的姐姐来剪。但是上次那个隔离的 vlog 中文篇第一篇是我自己剪的。因为有的时候自己剪的话也可能更了解自己想在哪个地方加一些什么梗啊，或者是自己想要的哪种风格，因为我是比较喜欢那种搞怪一点的。对，东东推荐的热干面我吃了，怎么样？那个热干面你里面要是加点葱就比较正宗了，真的重口味。对，我好像口味还蛮重的，就是喜欢吃一些川菜，然后湘菜，对，榴莲。哎，我之前好像在网上看到有节目把榴莲放到螺蛳粉里面，我有点好奇是什么味道，那个真的感觉蛮重口的。今早去牙科检查了什么吗？没有，不是去检查，是之前做那个牙套，然后很久没有去了嘛，然后一直在国内也没有去做那个模子，然后今天早上去做那个透明的模子了。对，相当于对，差不多隐适美。天呐，好魔鬼。可以搞一个成员吃小吃的 vlog。不错。戴牙套痛吗？为了美痛一点算什么？还好啦，会有一点痛。
想看团综，对，我也很想，如果有机会的话，大家看看我们很有综艺感的。金主爸爸们看一看我们。然后我们看看下一个问题，最近有没有定下什么小目标，能跟大家分享一下小目标完成多少了吗？我最近特别想要去考一个驾照，对，一直没有时间考。之前在国内的时候考到科目2，然后到这边来就中断了，一直没有机会回去考，然后就作废了，我觉得特别可惜。对，所以我觉得有时间一定要去考一下驾照。也有人最近在考哎。太白羊了姐，为什么？为什么觉得我太白羊了？我一直觉得我自己不太白羊哎，可能是我有的时候还不太了解自己。哎，下一个问题是关于星座的，觉得和自己性格最合的星座有哪些？让我想想啊，应该第一，我觉得射手座比较合，然后狮子座、双子座都还比较合，但也不是完全看星座啦，也要看一看性格啊，然后气场合不合这样。对，就统计下来，可能射手座比较多。有的人说考完不敢开，对，因为刚开始都会有一点害怕吧，但是锻炼一下应该就会好。好多射手座，还有双子座，马路杀手，大家一定要练好了再上路哦。下一个问题，如果只能带3件化妆品出门，你会选哪3样？好难哦，因为我带化妆品的话，可能会带比较多哎。第一个，就算你不怎么化妆，也一定要带口红吧？对，因为你带了口红，涂了口红，就算是没有化妆，也会看得有气色一点，这样子。哦，有人猜中了，盲猜口红。哎，我看到了一个评论，化妆师、发型师、服装师，不错。哎，好机智啊你！天哪，我怎么没想到？重点，布灵布灵的东西，对对对，我比较喜欢布灵布灵一点，特别是，对，我超喜欢布灵布灵。然后我会带气垫啊，那个唇膏也会带这样。东东什么时候能在社交网络上多活跃点？啊，我不活跃吗？你是说在微博上吗？其实也很想跟大家多多交流啊，然后会天天看大家给我的私信，我真的都有看，每天都会点开看，看完。寒冬别睡了。我那天其实没有在睡觉啦，我那天就是没有看手机而已。你好努力，好像有人在话里有话，我觉得。想想还挺害羞的，每天被看留言，是不是觉得我们的就更近了一点？每天都有在读你们的心路历程。我们来看下一个问题好了。私下比较偏好穿什么样的穿衣风格？其实我没有研究过这个问题，因为我穿衣风格比较广，平时也比较喜欢穿一些那种卫衣，比较舒服一点，然后要不就是露肚子露肩膀。大家估计也发现了，我比较喜欢穿那种稍微短一点的上衣。对对对，其实我自己之前没有发现，后来买完衣服看看衣柜，发现全是一样的，就是觉得自己那么喜欢吗？
嘿嘿。腿长，哎，谢谢。所以才被机场拦下来。可以忘记了，就这个真的是小失误，乌龙事件。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天气冷了，注意保暖。好的。东东考虑染个大绿头吗？你不要吓我吧。因为我说实话，很多人染蓝色就会褪成绿色，因为我不太喜欢绿色，所以我染之前就有跟造型师说，我说一定不要染完之后让我褪成绿色，所以他就没有加那些什么，我也不太懂一些什么颜料，不是颜料，那种色素吧，然后现在褪成了灰色，幸好没有褪成绿色，因为我绿色的东西很少，除了那种军绿色的衣服可能有，绿色的衣服或者是绿色的物件还真的不太多。大家说不要。奶奶灰，对，我现在就是奶奶灰。荧光色吗？荧光橘吗？回到 What 时期，噩梦。粉紫我也很喜欢那种，对。哇哦，升级，五彩斑斓的黑，可以啊。荧光绿，彩色，哇哦。我可能染完之后，你们再一次见到我的时候，我就已经剃掉头发了，已经没有头发了。光，脑袋在发光，拉出去。对，染完就秃了，感觉。现在不太轻易敢动自己的头发。好，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准备的问题，还有接下来是一波快问快答。我们来做好准备哈。第一个，臭豆腐、榴莲和螺蛳粉更不能接受哪一个？我都可以接受，我都好喜欢这三个东西。臭豆腐我小时候就很爱吃，榴莲当时在国内的时候，我恨不得天天吃，但是不建议大家天天吃，因为很上火。如果要吃的话，跟山竹在一起吃比较能够降火一点。对，然后螺蛳粉我也很喜欢。其实我刚开始是不太能够接受的，我就觉得这个味道怎么就是感觉跟我想象中不太一样，但是吃起来真的好好吃。第二个问题，变胖和秃头哪个更不能接受？你们太毒了。那我如果要选一个话，那我就秃头吧。对，因为变胖了你还可以减肥，秃头还要植发，好麻烦哦。幸好不是变胖加秃头，那真的不敢想象。秃头少女是谁说的？出来。哎，我还看到了一个上一个问题的关联的一个评论，豆汁。哇，豆汁不是说难喝，就是我自己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如果看过我那个 vlog 的人朋友应该知道，我当时那个是我真的非常真实的反应。对，就是掩饰不住的，我当时眼泪都流出来了。因为前段时间我看到微博热搜，好像有何老师喝豆汁的反应，我当时觉得哇，跟我一模一样，太能理解了。第三个问题，熬夜和早起哪个更难？那肯定是早起啊，因为我们都是夜猫子。对，因为有的时候工作的关系或者一些原因不太能够很早睡。但我不建议大家熬夜啦，真的，能够早睡尽量早睡。
现在已经7:20了，再过5分钟，在评论里输入口令寒冬曙光，即有机会参与抽奖，奖品是我的签名照，哇！别解释了，就是喜欢暗夜。夜猫子神出鬼没。什么？我看到了什么？熬夜会秃头，真的，我发现真的是这样，一定。我之前感觉自己的发际线没有这么，也不说高吧，就是比以前要高了一点，所以真的不建议大家熬夜。地中海，哇，魔鬼。对，还有黑眼圈，黑眼圈也很。对，5分钟以后，19:25到19:30，5分钟期间。什么？有人说现在就睡，也可以啦，你开心就好。但是我怕你现在睡了，可能半夜2、3点钟你就醒了，就恶性循环。有发际线笔推荐买。对，这个是上台之前必用的。现在大家就开始给我发一些什么秘诀，用生姜洗头会再生发，什么发际线笔，其实我没有到那个地步了，大家，我就是可能比以前要往上移了那么一点点而已，没有秃啦。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对啊，突然变成养生专题了。大家多喝点红枣、玫瑰花，对女孩子很好。还有姜枣茶也不错。下一个问题，最想给自己的什么上保险？我现在那就头发吧。对，头发现在的发质真的不太好了，我觉得上个保险。第一想起来就是头发。吃饭了吗？我刚才吃了，米粉。今年把头发折腾多少回了？好像有点数不过来了。从黑发到棕色，然后自己漂了一个紫色，染完紫色之后又去美容室染了深色，染完深色之后去染了亚麻色，染完亚麻色之后变成了红色，红色之后又变成了金色，染完金色之后就变成了现在的蓝色。我明年真的要休息一下了，好怕生病，我染这么多次头发。有人说有刘海看不出秃头，那风吹过来怎么办？没事，我有铁刘海。还有1分钟哦。成员都爱上麻辣烫了吗？大家都很喜欢吃麻辣烫。我不在这1年之间，真的发生了挺多的变化。哇，我太欣慰了，有人陪我吃麻辣烫，太开心了。不仅吃麻辣烫，还有麻辣香锅，还有金银馒头蘸的那个炼奶吃的，他们都很喜欢吃。然后锅包肉是他们一直都很喜欢吃的，对。金银馒头。好奇你现在用什么姿势直播？坐在公司还是在宿舍？我在公司啦。25分了。因为东东发的蛋挞，一群人跑去吃蛋挞，看我的号召力是不是还不错？因为我一直都很喜欢吃蛋挞，我妈妈很喜欢做那些烘焙什么的，她前段时间还做了一个苹果派还有菠萝派，哇，好想吃，我看到。然后以前也一直会给我做蛋挞吃，然后我自己也会跟她学一些烘焙，太贤惠了。
KFC 打钱。我今天路过肯德基，我还说要不要去买个蛋挞。东东，你就说除了豆汁还有什么是你不喜欢的？紫苏叶还是苏子叶来着？那个味道我不太能接受。寒冬曙光，苏子叶。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对，苏子叶的味道还比较大，如果喜欢的人应该还挺喜欢的，然后我可能不太能够接受。如果吃一锅汤什么的，里面有苏子叶还好一点，如果你让我干吃的话，我真的受不了。哇，我升级了。有人说刚刚吃过肯德基的蛋挞，你不要诱惑我。我曾经也不是曾经，就是前段时间，半夜打开了我的那个外卖软件，然后发现肯德基是24小时的，然后看了一下要不要点一个蛋挞，后来忍住了，觉得自己我不配。我们来看一下，哇，大家都在忙着疯狂抽奖。大概大家看见蛋挞就会想起冬，那也蛮幸运的啦。你比秀雅姐姐瘦，吃吧。哇，危险发言，虎狼之词，我要告诉他。然后他就是晚上出现在你的梦里，一个红色的形象，你懂的。地狱，叫什么来着？那个是什么来着？男爵吧，哈，地狱男爵，对。怕了吗？我觉得真的秀雅姐姐每次万圣节的时候都让我很出其不意，然后也很惊喜。那个惊，对，惊吓的惊喜。吃惊是惊吓的惊，我觉得蛮厉害的。我当时就在想，我说如果我打扮成就是这种程度，就很豁的出去，大家会是什么样的反应？要不下次试一试？大家觉得怎么样？手机被吓到，直接过去了。不，你不想，别这样。来，大家给我推荐一下明年的万圣节，绿巨人怎么样？就不爱你了？什么嘛？所以说爱是会，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灭霸。感觉现在大家是一半一半，有人想要我突破一下自己，有人就说不要。毒液，爱会消失是吗？对，爱是会，所以说爱是会消失的是吗？来，我们看下一个问题。哇，这什么问题啊？8岁的家炫还是8个家炫？这么魔鬼的问题吗？那我还是选8岁的家炫好了，那应该比较可爱。哇，8个家炫我不敢想象，我的天呐，感觉会很吵。一个都已经很吵了，那8岁家炫应该比较可爱吧？你们觉得呢？有人说东东都不想选，为什么这么说？我觉得这个刚刚有一个评论说，1个大喇叭还是8个大喇叭？那我当然选1个大喇叭，而且还比较可爱，肯定很可爱。什么
嘉炫和秀雅谁的声量更大一些？两个人半斤八两吧，我觉得也不相上下的，对，太厉害了。8个8岁嘉炫，好魔鬼哦！我想象了一下。5个指由还是5岁的指由？这个好难哦。5个指由吧，5个漂亮姐姐。嘉炫说：“如果爱是会消失，对吗？”下面是一波小任务，最近在听什么歌？唱一段最近在听的歌吧。我看一下我的听歌列表，现在已经31分了，那个口令可以停止了。最近这样吧，因为现在已经晚上了嘛，这边时间也8点多了，我看看有没有什么助眠的。那唱一个半个晚安，让我找一下 key。那我唱一个半个晚安。对你的半个晚安，被时光慢慢吹散，隐藏这份习惯，是对你的遗憾。恭喜你无畏的生活，显得已释然。好好离开，是你给的答案。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可以睡一个好觉。年轻人睡什么睡？你们这些人真的给我点面子好吗？有的人还在上课诶，哇，好辛苦。夜生活才刚刚开始，怎么就晚安了？起来嗨，2点钟才是晚上。哇，你们给我点面子呀！耳朵要怀孕了，太好听了，谢谢谢谢。曙光要不要唱呢？因为我看到大家有说想要听曙光，想要听吗？너 지금 잘하고 있어，可爱可爱。2节网课变自习课快乐。对，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也有这种同感，就是2节网课如果突然变成自习课，就突然会觉得轻松很多，然后自己也有时间去学自己想要做的事情。对，曙光，那我唱一小段好了，因为版权的问题。某，那我唱一小段喽。越是飞得高，越需要冷静思考，越走得远，越抓得牢，越害怕被忘掉。从何时开始，笑容渐渐消失掉？无影星辰，海浪惊涛，我竟无处可逃。到这里，曙光这首歌，连歌词还写的感觉是不是很励志？说是。有人说为了避免电梯里没有信号，我正在爬楼梯。天哪，
我有点小感动，竟然，妈呀，你不要太累了。是心动啊。看看下一个问题，能不能用家乡话或者韩语说一段绕口令？感觉好久没有说武汉话了，要不用武汉话来试一试？这样吧，用普通话说一遍，然后再用武汉话说一遍，因为我听说有的时候用武汉话说啊，用家乡话，在说什么？大家可以当做没有听到。有的时候用家乡话或者是方言，可以更简单、更容易一点。给我准备了一个10个史上最难的绕口令。我这还没有说，我就嘴瓢了，真的。10个，我的天！我先试试第一个。抱着灰机上飞机，飞机起飞，灰机要飞。这么简单，太看不起我了吧？第一个这么简单，还有什么？那我直接跳到第8个好了。我觉得第8个对于武汉人来说好像有一点点小难度。对了，我想起来，我们以前上台词课的时候还就专门会去练这种绕口令，然后因为台词的话字正腔圆嘛，对，然后我记得还练了一个什么出东门过大桥，大桥门前一树枣，拿着杆子去打枣，青的多红的少，一个枣2个枣3个枣4个枣5个枣6个枣7个枣8个枣9个枣10个枣9个枣8个枣7个枣6个枣5个枣4个枣3个枣2个枣1个枣，这是一段绕口令，一切说完才算好。对，我还记得我练过这个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来看看第8个对于武汉人来说比较难的绕口令。老龙恼怒闹老农，老农恼怒闹老龙，农怒龙恼农更怒，龙恼农怒龙怕农。还好是不是还好？看看下一个，以前我有练过，刚开始就是我有见到过，真的好难，这个对于我来说就没有怎么顺下来过。下一个是开始就说错，牛郎恋刘娘，重新来，牛郎恋刘娘。안 되겠다 이거，这个用武汉话说会不会好一点？刘郎恋刘娘，刘娘恋刘，对不起，我打脸。但是你们知道有一个绕口令用武汉话说真的非常容易，就是那个40是10时，40是4，40是40，这个如果用武汉话说的话，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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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简单。死，就一直是平舌音。哇，这个牛郎恋刘娘，刘娘恋牛郎，牛郎年年念刘娘，刘娘年年恋，我觉得好像个傻子现在。这个真的好难哦。对，如果好好练的话，应该没有问题的。阿爸，只有一个4的音，对。哇哦。巴老爷有88棵芭蕉树，来了88个把式，要在巴老爷88棵芭蕉树下住。巴老爷拔了88棵芭蕉树，不让88个把式在88棵芭蕉树下住。88个把式烧了88棵芭蕉树，巴老爷在88棵树边哭。哇哦，太顺了，台词功底，不好意思啊。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中文的小网下次安排，韩老师。好的，下次可以弄一个绕口令专题。那我估计他们会疯，因为我之前也有说韩语的绕口令什么的，也还挺难的，真的。那于宪会疯掉。对，四川话也是，因为湖北话和四川话还挺像的，很多地方，因为我听四川话就都听得懂。
武汉最近很热吗？东东多说武汉话。在武汉的话也会说，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我说武汉话和说普通话声音不太一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说武汉话我就变成东哥了。下次有机会用武汉话对话。南方最近升温了吗？今天首尔也还挺热的，不是很冷。对，我就穿了2件。你说中文、韩文声音也不一样是吗？那我说中文跟韩文有什么不一样呀？东哥才是本体。嘿嘿嘿，韩文是软妹。哇哦！广州好热，对，广州还挺热的。韩文老温柔了。北方要下雪了吗？还挺喜欢下雪的，就很喜欢那种气氛。什么？因为普通话不标准？你在说什么？今天东东发的自拍好可爱。对，我今天早上去那个牙科的路上来看一下森米亚在干嘛，然后就有去发照片。今天武汉有彩虹，是吗？哎，是不是上热搜？我刚刚好像看到了。来广州有喝早茶吗？有啊有啊，超级喜欢喝早茶，吃那些点心，然后蒸的一些烧麦啊之类的。下一个问题，我们来看一下，给森鸟录一段 Monaco 最近流行手机充电的提示音啊，就是充上电它会有一个提醒是吗？好，让我想想啊，提示音，充电啦，好垮哦。那我就录一个 Monaco 吧。Morning， 森呀，起床啦，起床啦！再不起床我就要出门啦，快起床！到这里，4舍5入，东东喜欢我。对，我是很喜欢你了，就被你看穿。红米肠有吃吗？有，我很喜欢。我相比，我比较喜欢吃红米肠。对，那我呢？不喜欢吗？喜欢。看看下一个问题，有没有什么一直想做却没去做的事？给自己立一个2021年一定要完成的 flag。我想想，一直想做却没有做的事情，其实还挺多的耶。想和成员一起去中国的行程。其实这个从出道的时候就一直有在说，对，但是还没有能够去实现很多，对，没有很完美的去实现，就很想，以后会演戏吗？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对，青岛，来青岛玩啊，喝青岛啤酒。哎，怎么说来着？哈啤酒。小婉快来中国吧。如果有机会一定会去。这是我的梦想呀，就是跟成员一起去中国。
再来看一下大家的评论。东东会养宠物吗？其实我一直很想养猫，但是现在就怎么说，条件不太允许吧。对，如果自己住啊什么的话，我会养一只猫。在中国哪里都会飞过去，无论哪里都会飞过去。那你说的哦，一定要来。楠楠少爷要吃醋，他不会吃醋，他那么高傲，每天都是我吃醋吧？我觉得。楠楠还是小派，我选择不回答这个问题。冷漠楠楠真的，但是还好了，他其实怎么说，不是说冷漠，因为猫可能本来比较高傲一点，对。不会，那我们家的猫反正不是很粘人。楠楠还是小派，儿子和女儿没法选。哎，我好羡慕那种很粘人的猫。对吧？你们家的猫是不是也超级高冷？大家还有什么问题，我可以多多打在公屏上。鱼线还是小派？哎呀，这个问题就是不成立的，我觉得我都要。喜欢什么品种长相的猫？对猫的长相相比，我比较喜欢脸肉肉一点的，对。不做选择。不吃麻酱的人可以接受热干面吗？因为热干面的重点，它的主要材料就是芝麻酱，那可能会有一点困难。不过你可以试一试，没准会喜欢，也许是不一样的味道。对，我喜欢那种脸盘大的，好软。对，热干面，对，芝麻酱是热干面的灵魂。什么时候轮到我被翻牌？其实我当时回森亚的时候不会太，就会根据想回就回了，对，也不会看是谁。手机电量15%，我还有12%。好奇明年万圣节东东会尝试什么样的造型？我刚才说了嘛，就话撂在这儿了。不知道人可以去看一下回放。其实翻牌的话，我尽量其实想每个都翻了，对。撂下就跑，不可以绿巨人，不可以，我考虑一下吧，好吧。我好想发图片，什么图片？是不是一些什么表情包 ？cos 哈利波特，其实我今年是想 cos 哈利波特来着，在人类范围内，人类范围内，那你们推荐给我几个好了。公主之类的很不错，其实公主之类的我做了太多了，对，
人嘛，有的时候要突破一下。汉服不错哎，汉服真的不错。其实今年有想要不要 cos 那个花木兰，因为我在来韩国之前有去看电影，去电影院去看花木兰，但是觉得可能跟我那首歌的气氛不是很符合，所以就没有 cos。有画面感了是吗？东东的生活风生水起。为什么这么说？为什么说我的生活是风生水起的？哪吒加双丸子头，双丸子头好像很久都没有弄了。好啦，最后想对支持我的粉丝说一些，想跟大家说，其实我们的爱都是双向的爱，对吧？也很感谢大家一路陪伴和支持，对，我也可以做到更好，希望大家也能够一直多多关注我们，对，也怎么说呢？不行，说多了就剧透了，对，希望大家能够期待我们7个人合体的回归，虽然我不能告诉你们是什么时候。严防死守。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剧透这个东西吧，也是双面的，也有好有不好，但也有好处，对，大家也会更期待，对吧？希望笑脸能够补救砖，有的我都没有呢，偷偷告诉你们。无剧透不良记录保持者多美，哇，他真的很厉害，思维清晰，你知道吗？大脑非常清晰，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就是有的时候，往往话多的人就容易剧透。现在我话越来越多了，我觉得，我也要小心一点。多美理性代表。好啦，第一次玩荔枝 APP 的声音直播，能在这里和大家聊聊天，很有趣也很开心。期待一下，很快就会见面啦！你们也要经常来荔枝玩，当然也可以去我的微博多多给我留言，我都会看。希望有机会也可以翻翻牌。对，好啦，荔枝 APP 的小耳朵们，直播时间到啦，要说再见了。希望大家也能够多多支持曙光，有机会我们下次再聊，拜拜。是不是有人在叫我要不要走？好了，真的要走了，那就用曙光的一句歌词来结尾好了。
我们的倔强就像曙光。拜拜，下次再见啦，晚安。